我以为改变人生的关键是别人给的机会，是一份工作的肯定，一段感情的选择，一个舞台的开放。我总在等待某个外部认可来证明自己，来替我说你可以了。所以我不停努力，拼命成为别人眼中值得的人。但内心深处，我其实很怕自己不够好，不够聪明，不够值得爱。即使外在看起来什么都做对了，我心里还是常常觉得我还不够。就像站在一条跑道上，明明已经前进，却总觉得差了一步。有一次，我站在一场简报的台前，明明准备得很完整，却紧张到几乎无法呼吸。我知道不是因为内容，而是因为我太在意他人怎么看我。我太需要一个掌声，来让我相信我值得被听见。但那次简报后，没有人特别赞美我，我却意外的没有失落。因为我突然发现，我其实已经表现得很好了。那一刻，我不是从外面得到肯定，而是从内心浮现出一种力量，一种安定。我第一次对自己说，你真的做得很好。那是一种全新的感觉，一种不靠他人也能站得稳的自信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有意识地练习相信自己，不是嘴巴说相信，而是用每个选择去回应这份信任。当有机会出现时，我不再因为害怕而退缩。当别人质疑我时，我也不再急着防御，而是静静地站稳立场。我发现，当我越来越相信自己，世界真的开始不一样了。一些原本难以接触的资源主动靠近我，一些不再适合的人事物自然远离。我不需要用力证明什么，也不再被拒绝绑架情绪。世界好像真的悄悄为我让了一步，不是因为我变得特别，而是因为我的频率变了。我不再是那个需要肯定才敢前进的人，而是那个因为相信自己，所以自然前行的人。而这样的能量是宇宙最能回应的讯号。当你相信自己，你的语气会不同，你的选择会不同，你吸引的也会不同。我也发现，很多我以为的限制，都是自己投射出来的。我曾经不敢开口谈薪水，不敢离开一段让我委屈的关系，不敢做梦太大。但当我真的开始相信自己值得，那些不可能竟一一被松动。原来世界不是挡在我前面，而是等我开口，等我先站出来。有一次朋友问我，你现在最大的转变是什么？我想了很久，说我不再怕自己太亮了。以前我总怕太出色会让人不舒服，怕表现会引来嫉妒，怕争取会被说贪心。但现在我知道，真正的谦卑不是藏起来，而是清楚自己有光，并愿意发光。你不需要等谁给你机会，也不需要被谁选中。你只需要选择你自己，选择相信你有能力，有价值，有资格走你想走的路。当你站稳这个信念，世界会开始调整它对你的态度。它会悄悄让步，因为你已经不再退缩。当你开始相信自己，你会发现，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外在的认可，而是内在那句“我值得”。那句话说出口的瞬间，一切都会开始移动。不是因为你变得完美，而是因为你开始为自己打开了门。而宇宙正站在门外，等你说一句“我准备好了”。我很努力地想变得看起来自信。我学着挺直背脊，练习说话坚定，穿上显眼的衣服，学会在人群中露出笑容。外表看来没什么问题，但我知道，内心常常空空的，像是一个精致的包装盒，里面却藏着许多不确定与不安。别人以为我是个有自信的人，我却知道，
那只是我擅长的表演。我用完美伪装焦虑，用忙碌掩盖空虚。每当有人夸我，我会笑着说谢谢，但心里总是想着，如果你知道我真正的样子，还会这么说吗？那份质疑一直没停过。直到有一次，我在一次公开演讲后独自坐在化妆间，舞台上的掌声还在耳边，但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疲累。我突然问自己，为什么我需要这么多的外在肯定，才能觉得自己还不错？那个问题像一面镜子，照见我努力的真正动机，不是想表现自己，而是想证明自己不那么差。那一刻，我开始往内看，我开始观察自己每一次不安的根源，发现那来自一种深深的恐惧，我怕自己不够好。不是外表，不是能力，而是那种本质上我是不是有问题的怀疑。这让我明白，原来真正的自信跟外在表现其实没太大关系。真正的自信是你安静地坐着什么都不做，也不觉得自己少了什么。是你在面对否定时，不急着反驳，也不把它当成全盘否定自己的理由。是你在关系里不委屈自己，也不急着证明自己的好。因为你知道，你的价值来自你的存在本身。当我开始这样练习时，我的能量变了。我不再强迫自己看起来有自信，而是把焦点转向我此刻的感受是什么。我开始练习接住自己每一份不确定，不再批评它，排斥它。我开始允许自己不完美，允许自己偶尔怀疑，也允许自己不需要一直表现。然后我发现，真正有磁性的能量，是那种稳稳地知道自己是谁的人。他们不大声，不夸张，也不需要特别吸引目光。但你走近他们时，会有一种安心的感觉。那种安定，是来自一种内在深处的笃定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在街上遇见一位陌生的女子。她穿着简单，笑容不多，但我总忍不住多看她几眼。不是因为她有多漂亮，而是她散发出一种很安静的力量。那让我明白，自信不是姿态，而是一种频率。当你相信你自己的时候，别人也会开始这样看你。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多好，而是因为你不再用不安震动世界。你稳了，世界就稳了。你光了，世界才会把光反射给你。后来我再站上舞台，我不再想着怎么让大家喜欢我，我只专注在我是不是正在诚实地表达我自己。那天我说得很慢，很少，但我知道我没在演。台下安静地听着，而我终于感受到，这就是自信的能量。真正的自信不是完美的样子，而是完整的感觉。不是表面多亮，而是心里多稳。当你开始回到自己的中心，不再往外抓寻价值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你从来没有不够。你只是忘了，你本来就很够。我曾经以为，有自信的人一定是外向、坚定、能言善道的。他们总能在群体中脱颖而出，说话有力，姿态挺拔，做决定毫不犹豫。所以我努力模仿那样的样子，练习把声音放大，学着说话像断句一样有重量。我以为只要看起来够强，就能让别人相信我。但那段时间，我的心却越来越紧。我开始变得敏感，别人一句不经意的评论，就让我陷入自我怀疑。我把自信当成盔甲，穿在身上，每一次的表现都像是一场战斗。直到某一天，我说出一句话后，忽然沉默了。我不确定那是不是我真正想说的。我才惊觉，原来我花了这么多力气在表现自信，却忘了问自己，我真的相信我自己吗？
我不是不够坚定，而是那份坚定是为了让别人看见，不是为了我自己。我不是自信，而是怕看起来不够自信。那是一种无声的矛盾，把我推得越来越远离自己。后来，我在一次深夜的谈话中，看见了另一种样子。那是一位朋友，他说话温柔，语速缓慢，但句句深入。他不急着被认同，也不需要说服谁。他只是稳稳地在每一个字里表达他对自己世界的理解。我问他，你怎么可以那么有力量，却那么柔软？他笑着说，因为我不再需要证明什么了，我只需要对自己诚实。那一瞬间我懂了，原来真正的自信不是强硬的去撑起一种姿态，而是一种深深知道我就是这样，也已经很好的笃定。自信不等于张扬，不等于无惧。它可以是安静的，可以是柔软的，可以是你在众人之前不说话，却让人感觉你不动摇的那份稳。它来自你每天与自己对话后对自己产生的信任，是一种你不再害怕不被喜欢，也不再渴望所有人都理解你的自由。我开始重新定义我的自信。我不再逼自己在人前表现得完美，而是允许自己偶尔说错话，偶尔需要时间思考。我不再为了赢得认同而迎合，而是选择那些让我安心的回应与连结。我不再在每一次批评中全盘否定自己，而是看见批评背后与我无关的部分。这样的我也开始吸引到不同的能量。身边的人不再只是因为我看起来有能力而靠近，而是因为我真实、稳定，让他们可以安心靠近。那不是我想象中的气势，而是一种不需要张扬的磁场。是我愿意和自己靠近后，自然散发出来的笃定。我不再怕别人说我不够果断，不够外向，不够什么什么。因为我知道，我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多像谁，而是多像我自己。我可以轻声细语，却带着穿透力。我可以沉默不语，却拥有一份难以动摇的内在中心。真正的自信不是坚硬，而是柔软里的力量，是一种你不需要挣扎就能自然表达自己感受的自由，是一种即使站在不理解你的人面前，你也不会怀疑自己的安静信念，是一种即使风再大，你也能在心里为自己挡风的能力。有一段时间，我的心是关起来的，不是因为经历过多大的创伤，而是累积太多看似微不足道的失望。一次次努力没有结果，一次次期待落空，我告诉自己，不要再相信了，这样比较不会痛。于是我把希望收起来，把梦想藏起来，把心关进厚厚的盔甲里。我依然笑，依然努力，别人看不出来我有多害怕。因为我太习惯表现得坚强，太熟练让一切看起来没事。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夜里最安静的时候，心底那个声音其实一直在问，如果这一切永远都不会好起来呢？我开始活得像一个旁观者。我不再热情，不再许愿，也不再让自己太投入。我说自己是理性，其实是怕太相信，结果又一次跌倒；怕太靠近，结果又一次被推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遇见了一个人，他没有对我说任何大道理，只是很平静地问我，那如果你选择相信呢？你觉得会怎样？我一时无法回答，因为我早已忘了什么是相信。那不再是一个理性选项，而是一种我以为自己再也无法启动的感觉。那晚我回家后，坐在房间最角落的那张椅子上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再相信一次，会怎样？不是相信某个人、
某个计划或某个结果，而是单纯的相信自己值得。相信这个世界没有遗弃我，相信宇宙知道我心里藏着什么愿望。于是，我闭上眼睛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：我选择相信。说完那句话时，我没有流泪，没有激动，只有一种久违的平静，像是某个封闭已久的空间终于被打开了一扇窗，空气流动了，光进来了，而我也开始呼吸了。我没有马上改变人生，也没有立刻显化什么奇迹，但从那一天起，我的能量开始转变。我不再用怀疑看待每个机会，而是练习问：这是不是宇宙对我的回应？我不再压抑渴望，而是允许自己期待美好的事再次发生。当我开始相信，我发现很多事不需要我用力推动。我遇见了懂我想法的人，收到不求而得的邀请，甚至开始被身边的人说：你最近感觉不太一样了。他们不知道，那不只是生活改变了，是我内在的频率改变了。我不再拒绝可能性，反而开始主动与宇宙合作。有一次，我写下：我相信我值得爱，值得成功，值得快乐，不因为我努力，而因为我存在。写下这句话时，我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自由。我不再需要努力证明自己，因为我终于知道，我本来就值得。而这样的信念是所有显化与祝福的起点。我选择相信，那一天改变了一切，不是因为外在有什么剧烈转变，而是因为我重新与自己连上线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不再是孤单的在人生里奔波，而是带着宇宙同行。我不再封闭心门，而是让希望的光进来，让未来有空间落地。相信不是盲目乐观，是选择在黑暗中仍不熄灭自己的光，是选择在还没看见结果前先让心开花，是选择在所有怀疑与恐惧之中，轻轻地说：我愿意，再给爱一次机会。那样的相信，安静却强大，柔软却稳固。那一天，我选择相信。从此，我的生命也开始悄悄地往回家的方向流动。我花了很多年，学会怎么让别人喜欢我。我懂得察言观色，说话总是温和得体，总在第一时间回应讯息，记住对方说过的每一句话。我以为这是懂事、成熟、有同理心，但没有人知道，那背后藏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委屈。我太怕失去连结，怕一不小心说错话，对方就不再靠近，怕自己真实的样子太多情绪，会让人觉得麻烦。所以我选择压抑，选择装没事，选择当那个总是懂得体谅的人。只是不知不觉中，我把自己藏得越来越深。后来有一次，我和一个很亲近的朋友起了冲突，我一如往常的低头道歉，即使我知道那次我没有错，但我却第一次感觉到心里的疲惫，像一根绷紧的弦，在毫无预警的瞬间断裂。那天晚上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每段关系都得这么小心，我还剩下多少是我？我才惊觉，我并不是在维护关系，而是在维持一个虚假的版本的我。我不是自由的，我只是习惯了讨好。那不是爱，是恐惧，怕孤单，怕被抛下，怕不被爱。所以我把自己缩小成刚好适合别人期待的形状。从那一天起，我开始学习拒绝。拒绝那些不尊重我的要求，拒绝那些只在需要时才想起我的人，拒绝那些让我感到必须压抑的对话。刚开始很难，我总觉得内疚，觉得这样是不是太自私？但每一次的诚实，却让我越来越靠近真实的自己。
我开始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。我不再需要被喜欢来证明自己，我也不再急着让每个人都理解我。我给自己空间说不，也给自己空间承认我不舒服。那是一种从内在开始扩张的勇气，安静却强大。有些人因此离开了我的生活，但我不再难过，因为我知道那些人从来不是因为我真实的样子而靠近，而留下来的人开始看见真正的我，并且依然选择靠近。那种连结比任何讨好换来的关系都深刻。我终于明白，自由不是一种外在条件，而是一种内在状态。当你不再为了取悦谁而改变自己，当你愿意为了自己而失去一些人，真正属于你的连结才会开始出现。而那些来自真实的爱，不会因为你的脆弱或拒绝而离开。他们会在你最不必假装的时候，给你最深的接住。愿你拥有不需要讨好谁的自由。愿你说出自己的需要时，声音不再颤抖。愿你在说我不愿意的时候，心里有底气。愿你明白，你值得的关系，是你不必努力维持，只需自然呼吸的存在。这世上最大的自由，是你可以做你自己，却依然被爱。而那份自由，不是别人给的，是你选择不再委屈自己时，宇宙送给你的礼物。它不是一夜之间拥有的，但每一个诚实的选择，都是在为它铺路。愿你有一天，也能不再害怕成为你自己。因为你会发现，当你不再取悦谁，你就开始真正拥有你的人生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以为信念是一句句漂亮的话语。我值得被爱，宇宙会照顾我，一切都会越来越好。我把这些句子贴在墙上，设为手机桌布，反复念着，就像念咒语一样，盼望改变会发生。可有时候，我一边念着肯定语，一边仍然怀疑自己，一边仍然在生活中选择恐惧。我开始质疑，这些正面语言真的有用吗？为什么我说着我足够了，但遇见挑战时，还是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？为什么我说着我相信爱，但在关系里，仍旧习惯先保护自己，不敢靠近？我发现，信念并不是你说了什么，而是你每天怎么活。信念不是一句话，而是一个个行动的总和。它不是朗诵的标语，而是你在日常中选择的方向。当你说你值得被尊重，那你是否也在练习设下清楚的界限？当你说你相信宇宙支持你，那你是否敢在看不见未来时，仍然往前走一步？我开始练习把信念放进生活，而不是留在语言里。每当我想要讨好他人，却感觉不舒服时，我问自己，如果我真的相信我值得爱，我现在会怎么做？每当我想要放弃梦想，因为它看起来太难时，我问，如果我相信宇宙支持我，那我今天还能为它做一件小事吗？这些问题让我不再只是说我相信，而是开始活出相信。改变并不剧烈，它来自无数个日常的选择。那是你在怀疑自己的时候，仍选择站起来再试一次。那是你在伤心的时候，不责怪自己太脆弱，而是允许自己有情绪。那是你在被否定后，不再全盘否定自己，而是说，也许这次只是还没对平。信念是当你做选择时，愿意站在支持自己的那一边，哪怕还不确定结果，哪怕有点害怕。是当你面对镜子，看着自己说，我正在学习相信，而我为这份练习感到骄傲。是当你没有人鼓励时，还是选择相信自己有能力撑过。有一天，
我看见一位朋友在困境中依然坚持创作。我问他：你怎么有办法不被现实打败？他笑着说：因为我知道我的信念不是喊出来的，是我每天做选择的方式。那一刻我懂了，真正强大的信念是默默流淌在日常中的不动摇。我们不需要成为完美的信念执行者。有时候我们会怀疑，会退缩，会忘记自己曾经说过的愿望。但只要你愿意一次又一次回到那个中心，提醒自己，我可以重新选择，你就在强化那份信念。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而是为了活出一个更靠近你灵魂的状态。信念不是口号，是你每天的选择。是你选择相信还是怀疑，选择前进还是原地，选择爱自己还是再次忽略自己。而这些选择会慢慢堆叠出你的实相，会把你引向你一直梦想的那个版本。不是一夜改变，但每一小步都是在说，我愿意为我自己站出来。所以，下一次你说出一句肯定语时，请记得问自己，我今天怎么活出这句话？那才是真正的显化之路。那才是信念的力量，不是说出来，而是活出来。而当你这样生活一段时间后，你会发现世界已经不一样了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